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26号，周六，大家周末好。昨天比较忙，没有时间制作视频。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首先快速回顾一下美股大盘的基本面走势，然后呢，在个股方面，我们着重聊一聊NIO未来因为在周四的视频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它盘后的一个财报。然后呢，在后来晚上我也收听了NIO的一个电话会议。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做一个浓缩版的精华分析。然后呢，在周五NIO又是暴跌了近10个百分比，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一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NIO的暴跌。我们需要担心NIO接下来基本面的走势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随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持续，市场也一直在关注着欧洲欧盟呢，在周五与美国达成了一项天然气协议，用来努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一个依赖。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呢，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用来加强乌克兰和欧盟在明年冬季和下一年的一个能源安全。美国和欧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该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呢，是根据气候目标，使液化天然气供应呢多样化，以减少对天然气的需求。因为这个背景呢，就是在现在的俄乌战争的影响下现在欧洲的国家呢，还需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实际上呢，等于说用这些购买天然气、石油的这个钱，用来充实普京用来这个资金来打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等于变相的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欧盟打算通过美国来进口天然气，从而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需求。与此同时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官员对他们迄今为止的会谈呢，做出了一个悲观的一个评估。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说，与俄罗斯进行你在结束冲突的谈判呢非常困难，并且呢，他发誓乌克兰呢不会在他的要求上做出任何的退缩。库莱巴说，乌克兰代表团呢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不会放弃他们的需求。我们坚持首先要先停火，要乌克兰的安全得到保障，以及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罗斯谈判代表梅丁斯基的话说，双方在关键的问题上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梅丁斯基还说呢，莫斯科认为呢，乌克兰可能正在试图延长整个的谈判时间在拖时间。而早些时候土耳其方面援引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的话说在几个关键点上呢已经取得了进展。埃尔多安呢与莫斯科和基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直呢在试图在双方之间做调解。不过在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表示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去局势怎么发展呢？基本上还是握在俄罗斯的手中我们还要进一步继续关注俄乌战争的一个发展。同时呢，在美国自己本土这边基准10年期的利率在周五呢触及了 2.5% 多年的一个新高。因为投资者呢也是对美联储更加积极的加息周期进行了一个预期和定价。随着10年期收益率的跳升金融股在周五呢是上涨，比方讲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分别上涨了 1.5 个百分比和 2.4 个百分比。但同时这个利率的上升呢，再次对科技股造成了压力，导致了科技股的下跌，也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比方讲 Zoom 就是跌了 3.2 个百分比， Dow Q 上也跌了近4个百分比这是在周五纳斯达克指数中跌幅最大的一个股票。而我们知道，在劳工部周四的一个报告中，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达到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劳动力市场恢复性增长的一个最新迹象。我们知道下周这个3月的就业报告就要出台，所以呢，目前
市场预计下一周的这个就业报告也许会显示出类似的一个力量，这样的话呢，会给市场带来一个提振作用，因为这表明整个美股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强劲，也许还可以保持经济的一个恢复性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呢，美股大盘周五也是震荡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基本上还都是收涨的。在周五，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道琼斯呢，它是在上涨的过程中呢，曾经一度突破了34,900点的这根压力位，但是呢，还是有所回落。最终呢，全天是涨了153点，收涨了0.44个百分比，正好收在了这根压力位的下方。标普500呢，在下跌的过程中明显得到了4500点的支撑位的支持以后呢，有所反弹，恢复上涨最终全天是上涨了近23点，收涨了0.51个百分比，最终是收在了4543点。纳斯达克呢，在盘中曾经大跌一度呢是再次跌到了5日均线，在得到支撑以后呢，恢复反弹上涨再次是超越了200天均线。不过呢，遇到上方14800多点的压力位以后呢，再次回落，最终呢全天微微收红了0.08个百分比，显示的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罗素2000跟纳斯达克有点类似全天在下跌的过程中呢，曾经也是一度跌破5日均线以及60天均线的交织点然后呢得到支持以后呢，开始反弹，最终全天也是微微收涨了0.14个百分比，也是基本上呈现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格局。在下周，我们需要持续关注一个俄乌战局的一个发展，乃至劳动力市场报告的一个出台。好的，我也听了你有的电话会议做了一些笔记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精华版的分享首先，我觉得是在 ET7 方面，李斌表示你有呢在3月5号开始允许用户呢试驾 ET7， 这呢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做了分享李斌说，参与试驾的用户呢对 ET7 呢给予了高度的认可。ET7 试驾的订单转化率呢，也是超过了NIO的预期，所以呢，使李斌对第二代平台的竞争力也是充满了信心。网上呢有传言说，NIO的 ET7 的订单呢达到了15000辆，预计每月交付量呢将达到5000辆。现在锁定订单的消费者呢，将在6个月以后才得到交付。李斌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到这一个传闻的时候呢，说NIO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公布 ET7 的一个订单数量，但是比传闻中提到的要多，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消息，说明呢 ET7 目前的订单是多于了15000辆，也是好于市场的这个传闻从这一点呢可以说明市场对 ET7 的这个初步反应是非常好。所以呢，这个订单销量也会帮助NIO在接下来呢提升它的基本面和整个的公司的业务。另外呢，李斌还提到NIO的目标呢是在今年的第4季度允许用户在某些地方呢可以开始订购 NAD 的这样一个服务。好，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在 ES7李斌说NIO呢很快将发布它基于 NT 2.0 平台的首款的 SUV， 也就是 ES7 这一款的车型这是一款中型的高档的5座的 SUV并且呢计划在今年的第3季度开始交付。李斌说呢，价格在40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个中型 SUV 在中国的市场的需求呢，大概是在20万辆左右NIO呢对 ES7 也是充满了信心。因为李斌说这个大型的5座的 SUV 的市场的增长也是很快，而且呢，他也确认 ES7 呢不会对现有的NIO的 SUV 车型的销售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第三方面呢，李斌说是在 NIO Park 方面李斌讲呢，在安徽省合肥市的第2个生产基地的建设和设备安装呢已经基本完成。这个 NIO Park 的调试工作也是进展顺利。
目前呢，该生产基地计划产能呢是每小时60个工作岗位，计划在今年第3季度呢就开始生产。Neo Park 工厂将生产的第一款车型呢是 ET5，然后呢3月16号呢第一辆的试验车已经在它的试验生产中心下线。第4方面呢也有问到了电池方面，因为以前的财报会议上呢，李斌也曾提到，电池的供应呢是Neo产能当时最主要的瓶颈之一。而在这次的电话会议上，李斌讲呢，Neo的产能现在呢应该可以满足Neo今年的需求。他认为现在芯片供应仍然是未来的一个挑战，其中呢10%的这个供应时不时的会出现这个供应紧张的一个状况。不过呢，李斌强调由于芯片的涨价，Neo去年呢已经有一些毛利的损失。今年呢，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说，包括 NVIDIA、Orin 在内的一个高端芯片的供应呢没有问题，主要的挑战呢还是原来的一些老问题，就是一些基本的更加便宜的一些芯片供应产生问题。他还提到，目前的 Neo JAC 生产基地的目标呢是在年中达到每小时60个工作岗位的产能。下一个方面也有分析师问到，Neo会不会提价？因为我们知道像特斯拉都有说提价，由于这个通货膨胀的原因李斌讲，目前呢未来没有提价的计划，但是呢今年未来会对产品进行一个改进计划，到时候呢会根据原材料的价格考虑产品的一个定价策略。李斌提到的这个产品改进计划，其中之一呢，就是以前曾提到的一个智能驾驶舱的一个升级。他说 ，Neo 的2022年的 ES8、ES6 和 EC6 这些车型呢，都将大幅的升级，采用8155芯片和5G 的一个通信模块，以及其他的一些优化改进。到时候呢，价格也将合理的调整。所以呢，目前Neo的调价呢，主要是针对更新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更新以后的一个提价，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家所担心的由于这个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这样一个提价的一个策略。另外呢，李斌也补充说，Neo还将为现有的客户提供上述硬件安装以后呢，升级它的一个软件的服务。Neo去年开始提供磷酸铁锂的一个标准系列电池，由于成本的优势呢，这也将提高未来车辆的一个毛利率。他说，公司销量的增加呢，也起到了分摊成本的作用，但是呢，电池和材料的上涨对毛利率还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他补充说，考虑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Neo全年的毛利率目标呢，仍被设定在18%到20%之间，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毛利率目标。李斌还被问到如何看待那个钛酸锂价格的持续上涨，他认为呢，这个价格的上涨呢，主要原因并不是产能和供应的问题，而是由于这些投机的市场原因的贡献更加大一些。在下一个方面，我也觉得比较重要呢，也是李斌谈到了他的子品牌的一个问题。李斌说，Neo 未来面向大众市场的新品牌的核心团队呢已经建立，有了明确的一个战略方向和发展计划。那么他还补充说，该子品牌的第一批产品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开发阶段。他还强调 ，Neo 呢将不会以牺牲毛利率为代价进入大众市场。所以呢，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Neo 在子品牌整个的战略方向，包括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也正在稳步的向前推进。一旦推出呢，也会对它的基本面起到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另外呢，从整个的Neo大的公司方向呢，李斌讲他们的目标呢是在2023年的第4季度实现一个收支的平衡，并在2024年实现首次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盈利所以呢，它的目标也是在稳步的推进。与2021年比呢，Neo在今年2022年的研发投资呢增加了1倍以上。
他的团队呢也已经增大了9000人的这样一个研发团队。未来几年呢，公司也将继续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全自动驾驶技术和动力电池相关的领域。我个人呢也是完全赞成NIO将这些投资放到它的研发，因为对于这个电动车汽车行业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行业，包括国内国际，所以呢科技领先，包括在软件方面、硬件方面是保持这个品牌在这个领域可以发展，包括战败其他的竞争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呢，这也是我看好NIO长期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团队非常注重自己的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而有别于以前传统的一些中国的企业只是做生产和代工没有自己的技术。所以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是帮助NIO达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呢，通过整个的这个电话会议以后，我觉得NIO的基本面还是照着公司设定的这个正确方向在稳步的推进，各个方面，产品方面子品牌方面各个 logistic 方面都是稳步的推进。要说风险呢，我个人觉得主要是2个风险，一个当然就是大环境由于通货膨胀成本价格的上涨，从而呢对他们的整个公司的毛利率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了，这一点呢是不是光对NIO公司一家，对所有的企业呢都有这方面的压力。第2个风险当然还是老问题，就是 logistic， 也就是 supply chain， 在供应链方面还是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芯片的一个供应，这呢还是始终是NIO的一个风险所以呢，主要就是这2方风险。总的来说呢，通过这个电话会议也是再次加强了我认为NIO的基本面还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发展。好的，NIO的股价方面呢，当时在周四晚间，我跟大家盘后呢做了一期NIO财报的分析那么通过财报的分析呢，我们知道它的财报对我来说呢还是比较正常，有2项是击败了市场预期，只是在今年的第1季度的指引方面呢是比较弱，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总的来说呢，我个人觉得还算正常那么在盘后它当时是跌了2个百分比左右，然后到周五盘前的时候呢，整个期货大盘呢是下跌的。所以呢，一开盘以后呢，整个市场我个人觉得呢是借着它的整个的指引不及市场预期呢，也是大力的抛售NIO，导致了它一开盘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向下的跳空低开。然后呢，在整个上午我们知道大盘的走势也比较弱，一直在下跌，所以呢NIO也跟着被抛售，一直跌到在11点半的时候呢，当日的低点19块3毛5。然后呢，下午呢，整个大盘开始反弹，最终收率，但是呢，我们看到NIO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弱最终呢，只是收在了19块9。回到日 K 线，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周五NIO也是大跌了9.4个百分比，跌了2块几，最终呢是收在了20块钱左右，也是收在了21天均线的下方。那么从前面的电话会议的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NIO在基本面还是在它朝着它的设计的这个正常的轨道，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从这些信息呢，我们看到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呢，我对NIO的基本面呢也一点都不担心只是呢在技术面最近的几次随着这个财报以后呢，通常情况下，一旦有一些市场不满意的情况下，比方讲这次呢，主要就是它第1季度的指引相对比较弱，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做空方就趁机做空和抛售NIO，所以呢导致了它的大幅的下跌。所以呢，我个人呢认为问题不大，还会继续持有和看多NIO。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